哈马斯背弃伊朗，向美国投降，沙特组建新中东联盟，伊朗要完蛋了。7月3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将彻底解除哈马斯武装。哈马斯也证实了这件事。另一边，沙特与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13国组建联盟，保卫中东的海上安全。无论是加沙地带的武装冲突，还是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海上能源运输，一直以来都是伊朗用来牵制美国和以色列的底牌。现在这群小弟不是投降就是被孤立，伊朗手里的牌已经打光了。那么哈马斯为什么要在这关键时刻背弃伊朗？沙特组建的联盟对中东局势又有什么影响？接下来，伊朗将面临自2026年2月以来最艰难也是最屈辱的处境。先说第一件事，哈马斯的投降。现在这件事已经可以实锤了。在各方势力的施压下，哈马斯接受了特朗普推动的20点加沙和平计划。这项协议是特朗普针对中东局势量身定制的。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细节，这份协议的路线图包含了好几个能够改变中东历史的步骤。首先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与交权，哈马斯分阶段交出所有武器，并摧毁那些地下网络和军事设施。加沙以后的管制权将移交给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哈马斯将彻底退出历史。其次是国际力量接管安全，这地方不能再乱下去了。协议明确规定，引入一支国际稳定部队，并重新组建一支全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由他们来全面接管加沙的日常治安。最后就是以色列撤军。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并且得到国际核实之后，以色列军队将分阶段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是一份实打实的政绩，能让他好好吹上一波。但对于伊朗而言，天塌了。哈马斯只要还在，就能在加沙牵制美国和以色列。投降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就能腾出手来，把所有的炮口对准德黑兰。那么，作为哈马斯最大的金主，伊朗为什么没管住自己的小弟？期间都发生了什么？哈马斯无视伊朗向美国投降，最大的原因就是伊朗断供。美国高级官员在2026年7月的内部简报中指出，伊朗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抛弃了哈马斯，因为伊朗已经自身难保。在国内经济危机与美国封锁的绞杀下，德黑兰的国库早就见底了，他们已经无力继续在经济和军事上维持对哈马斯的庞大援助。与此同时，在谈判期间，美国政府与和平委员会切断了哈马斯在海外的全球资金来源。一位参与谈判的核心消息人士透露，这种全方位的资金断绝将哈马斯逼到了一个无法说不的境地。没钱、没枪、没粮食，哈马斯不可能继续向着伊朗。伊朗断供后，美国给哈马斯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特朗普的这份和平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哈马斯成员愿意放下武器投降，并且承诺未来和平共处，就能获得全面特赦，不追究以前的责任。对于那些不愿留在加沙或者担心被清算的成员，协议甚至还会提供一条绝对安全的通道，允许他们去往第三国。在失去伊朗的实质性支持后，哈马斯高层不是傻子，他们也知道继续硬刚下去，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覆灭，不如现在拿好处直接走人。除了战场上的败退与资金链的断裂，来自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这些主要调停国的压力，也是哈马斯投降的一大原因。这些国家向哈马斯明确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拒绝这份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将被整个国际社会乃至阿拉伯世界视为破坏和平的罪人，并承担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毁灭性后果。哈马斯的很多政治高层平时都是住在卡塔尔的高级酒店里，人家只要一句话，不签协议，明天就把他们驱逐出境。最终，哈马斯选择投降，签下协议。当然，在这场博弈中，伊朗不是什么都没干。美国和以色列媒体透露，前不久，哈马斯代表团前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在此期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把哈马斯高层拉进了秘密会议室，强烈敦促，甚至可以说是命令哈马斯绝对不要仓促签署这份解除武装的协议，要求他们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继续在加沙拖延时间。不过这一次尝试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伊朗自身深陷多重危机，在中东地区的说话分量已经大不如前，失去了对哈马斯的战略威慑力和实际掌控力，钱给不到位，画的大饼也充不了鸡。说到底，伊朗要的是牵制梅伊的精力，哈马斯的死活根本不重要，那只是一颗过河卒。对于哈马斯来说，伊朗的要求这是要命。这种根本性的利益分歧导致哈马斯决定彻底倒戈，迎合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调停，接受了这份停火路线图。不
不过，对于哈马斯投降这件事，大家也别半场开香槟。哈马斯的确已经投降，同意了这个框架，但并不是把枪往地上一扔，然后任由美国和以色列处置。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以色列先撤军，我再交枪。哈马斯的高级官员在证实同意协议的同时对外表示，在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并停止一切空中和地面的军事行动之前，哈马斯绝不会交出哪怕1颗子弹。他们只同意在未来将武器统一移交给即将成立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且严词拒绝以色列在其中插手干预。以色列这边也是毫不退让，那就是你先交枪，我再撤军。除非哈马斯真正实现完全的非军事化，把重武器全部上交，否则以军绝对不会从现在的控制线后撤半步，更别提完全撤出加沙了。双方缺乏信任，未来这几个月如何把这项协议落地才是真正的难点。但不管怎么说，哈马斯的妥协已经是板上钉钉，这还只是伊朗衰败的一部分。接下来，伊朗再也没办法用海上能源运输来肆无忌惮地绑架全世界了。这就是第二件事，沙特组建新中东联盟。7月30日，沙特阿拉伯牵头联合了科威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等整整13个国家，组建了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在中东历史上，这是难得一见的大团结，甚至连之前跟沙特断交、闹得不可开交的卡塔尔也被拉进了群里。沙特为什么搞这么大动作？原因大家应该知道，生存危机。最近这段时间，中东局势急剧恶化，直接威胁到了沙特的国家核心利益。7月20日，胡塞武装正式宣布在红海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随后不到1周的时间里，胡塞武装不仅接连发射导弹，袭击了多艘沙特油轮，还动用自杀式无人机，直接打击了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核心设施。其次是沙特的能源出口两头受堵。沙特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就是他们的命。当前的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重兵施压，为了保证原油运出去，沙特依赖半岛西侧的航道，也就是位于红海南端咽喉的曼德海峡。结果现在胡塞武装跳出来，试图把红海航道也给彻底切断，沙特怎么可能同意？最关键的是，以往在波斯湾或者红海搞这种海上护航，全都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牵头，大家跟在后面摇旗呐喊就行了。现在美国面临着防空导弹库存见底的问题，航母调配更是紧张到了极点，沙特只能自己站出来当大哥，于是搞了这个联盟，目标就是保卫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行自由，确保国际商贸通道畅通，顺带给自己再加一层保护伞。沙特在组建联盟时表示，这是一个纯粹防御性质的框架，不会针对其他国家。这句话大家看看就行。虽然没点名，但谁都知道这就是冲着伊朗去的。联盟通过常态化的联合巡逻、跨国情报共享机制以及统一的联合指挥中心，来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顺带一提，沙特组建联盟也有自己的小心机，重塑自己区域领导的地位。这个联盟的总部设在了沙特首都利雅得，而且是由沙特担任创始国和领导国。沙特就是想借这个危机向全世界证明，他才是中东真正的核心话事人。他有能力团结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红海沿岸国家，来主导并解决中东的安全事务。这话说的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看实际阵容的确不容小觑。看看名单就知道了，联盟包含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还有索马里，这阵容相当豪华。在军事与经济层面，埃及手里捏着苏伊士运河，吉布提和索马里扼守着非洲之角的大门，再加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拥有强大正规军的国家提供军事与情报支持。在外交上，沙特成功拉拢了土耳其、巴基斯坦等拥有较强军事实力的大国，孤立了胡塞武装，同时也向胡塞背后的老板伊朗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如果你继续支持小弟封锁海峡，你要面对的将不再是沙特孤零零的一个国家，而是大半个伊斯兰世界的集体武力反击。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中东的海上能源运输在沙特的护航下恢复一切正常，那么伊朗手里用来威胁美国乃至绑架全世界的底牌就彻底失效了。接下来，德黑兰将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困境。现在就看特朗普怎么把握住这个机会了。乌俄战场方向，泽连斯基公布俄罗斯战争死亡人数，乌俄阵亡比达到1比14，换句话说，一名乌克兰士兵就能干掉14名俄兵，这是真的假的？7月31日，泽连斯基在福克斯采访时表示，自乌俄战争以来，俄军伤亡大约为160万人，其中约70万名士兵阵亡。这个阵亡数字，火力军可以相信一下。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公布的数据，乌克兰的 DLTA 态势感知系统仅仅在2026年6月这1个月内就记录了超过20万次无人机打击，
平均每天超过6600次打击。从2026年1月到6月，系统内确认的无人机袭击次数几乎翻了一番，从最初的10万多次暴增到如今的20万次。在这种情况下，俄兵伤亡大一点，火力军也能理解。不过泽连斯基在公布俄军伤亡的同时，也提供了乌军的损失。截至目前，至少有5万名乌克兰军人阵亡，以及近40万人受伤。这个数字火力军就没办法确定了。在2月份，泽连斯基公布的还是 5.5 万人阵亡，阵亡数字越打越小，没办法解释。对于数据的缩水，泽连斯基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补充了一句，说有大量乌克兰军人仍被列为失踪状态。5万人阵亡与70万人阵亡比例达到了1比14。实话实说，作为一名乌克兰粉丝，火力军比任何人都希望看到俄罗斯在战场上越打越烂，最好明天就全军覆没。但作为一个军事博主，这个战果有点太猛了。1比14的阵亡比例，在基础的军事常识上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对方是毫无反抗能力的木桩。那么乌俄双方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就火力军来说，乌克兰士兵意志坚定，战斗力强悍，但他们毕竟是血肉之躯，不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超人。1名乌军换14名俄军这种说法，目前在国际社会上没有任何一家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任何一个欧洲情报部门或者是权威的军事专家能够拿出证据。我们就只能一点一点的来，先看俄军阵亡数据到底有没有70万。可以确定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俄军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主要是因为俄军长期处于进攻的态势，并且在火力和装甲不足的情况下，极度依赖步兵冲锋。但70万阵亡这个数字还是有点高了。截至2026年中旬，由 BBC 俄语频道与独立媒体等机构通过比对讣告、法庭遗产记录与卫星统计俄罗斯国内目的等办法，超过15万至22万名俄军可以确定阵亡，可以直接查到名字。结合统计学模型进行估算，他们认为俄军在战场上的实际阵亡人数大约在30万到50万之间。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在2026年给出的内部评估显示，俄军的总伤亡人数大约在110万到140万之间，其中不可逆的阵亡人数预估同样落在30万至50万。那70万阵亡的数据有着明显的水分。那么既然俄军阵亡30到50万，乌军又阵亡了多少呢？根据美国情报界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26年的综合评估，乌克兰军队的总伤亡达到了50万到60万之间，在这其中阵亡人数突破了10万，甚至可能达到14万人以上。我们只要用现实稍微推演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在这4年多的战争中乌军阵亡了5万人，那么乌克兰在国内就绝对不会面临兵荒危机。当前的乌克兰军方为了前线能够有足够的兵源，已经多次修改动员法，降低征兵年龄底线。至于乌俄双方真实的阵亡比，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低。综合多方独立智库的分析以及泄露出来的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整体来看，乌俄战场的实际伤亡交换比大约维持在1比2到1比4之间。在这个数据里，乌军确实是占据优势的一方。当然，在某些特定的极端战役中，例如俄军不计成本强攻巴赫穆特或者阿夫迪夫卡的时候，作为防守方，乌克兰拥有坚固堡垒，可能在短时间内依靠地形和火力打出过1比5甚至更高的局部优势交换比。但这不是战争的常态。当乌军转入反攻阶段，比如2023年的相机大反攻，在俄罗斯的龙牙防线和雷区面前，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就结果来说，这个1比14的数据大概率只是信息战与宣传手段，对内提振士气，对外则是向盟友证明你们的援助是有效的，我能拿你们给的武器换回10几倍的敌人。作为粉丝，火力军理解泽连斯基为了拯救国家所使用的各种手段，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接下来伊朗会做什么以缓解当前的困境？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